眼看到这只手表的时候，会以为它是一只普通的指针式手表，但其实它是一只智慧型手表。当市面上其他智慧型手表都在比萤幕、比功能的时候 ，Garmin 这间专门做导航以及运动手表的公司推出3只非常有趣的手表，叫做 vívomove。这个系列呢，绝对是时尚结合智慧型穿戴的模范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开箱 Garmin vívomove 系列的中阶款，叫做 vívomove Style。我们会讨论它的外观、功能以及价钱。那最后呢，我也会分析一下它的优缺点。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我自己本身是 Apple Watch 的使用者，然后有一件事情非常困扰我，就是它没有办法融入我的穿搭。就是当我穿的比较女性化啊，或是穿裙子的时候，它长方形的荧幕常常在我身上显得非常的突兀。那更何况是一些智慧型手表或是运动手表，常常设计的非常的阳刚。但是这次 vívomove 完全颠覆了一只智慧型手表应该要有的样子。它简约的设计可以完美的融入一般人日常的穿搭，而在实体指针的下方呢，则是隐藏着 AMOLED 的触控荧幕。在使用触控荧幕的时候，这个指针就会摆平，或者是变成测量指针，来显示你的活动量或者是身体指数。而且最棒的就是手表在没电的时候啊，这个指针它也会继续跑。没电的时候还是可以当成一般的手表使用。那在外观的部分呢 ，vívomove Style 它有4个颜色，分别是黑色、银色、金色跟玫瑰金。它的表面是使用 Gorilla 玻璃，然后机身是使用铝合金，所以它真的非常的轻巧。这边又要讲到另外一个我不常戴 Apple Watch 的原因，其实就是重量。我戴着 Apple Watch 会觉得手腕上面有一个东西，很想要赶快把它脱下来。但是 vívomove Style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它戴在手上完全没有存在感，然后对我来说很像是一只普通的女表，要戴多久都没有问题。在表带材质的部分呢，它是使用尼龙编织款20mm 的通用表带，所以你可以自己换成市面上其他的表带。不过原厂的这个尼龙表带呢，一样非常的轻，而且不怕水。接着呢，我们来看背面，可以看到发出绿光的 LED 心率测量仪，还有一个充电孔。没有错，它不是无线充电，这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不过由于平常呢，这个荧幕都是关着的，加上它的画质其实没有特别好，所以它非常的省电，大概4-5天充一次电就好。顺便提一下，接下来几天呢，我也会拍一支影片比较 vívomove Style 还有 Apple Watch。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按下订阅旁边的通知小叮当按钮，才不会错过更精彩的内容哦。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功能界面。vívomove Style 它其实是没有随显功能的，所以如果你要显示荧幕的话，就要抬起手腕或是点2下荧幕。它的 AMOLED 荧幕确实是很亮，然后色彩也很鲜艳，它也会自动调整亮度。不过它的画质并不是很好，但是对它的功能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了，毕竟也不会有人拿它来看影片或是图片吧。还有注意它的触控区限制在上下2个部分，所以如果你按别的地方的话，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哦。荧幕显示之后往左滑就是 widget 小工具，可以看到今天的天气啊，或是健康记录。虽然说它没有办法新增第三方 App 的扩充功能，不过它自己其实就已经有很多 widget 可以选择了。像这边呢，我们看到计步器，它是可以自己设定1天的目标，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整周的表现。不过这些呢，在手机上面的 App 会有更详细的资料，我们待会会提到。往左滑呢，可以看到当下的心率，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过去的记录。接下来还有一个压力指数。压力指数点进去之后呢，里面还有一个放松一下的功能，会带你做呼吸训练。这个 widget 里面还可以记录喝水量，还有月经的周期，相当的方便。在任何一个 widget 的页面长压就会进到目录选单。第一个看到的是活动，当你要记录运动的时候，就到这边开始。然后这上面这个小人的图示非常可爱，很像是红绿灯上面的那个行人。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运动选项不多，只有6个。不过在手机上面有更多运动可以设定。那除了手动开始记录运动之外呢，手表也会在你快走跟跑步一段时间之后，自动开始记录运动。它多久开始它会自动记录呢？你可以到手机上面去做调整。目录的下一个选项是 Garmin Pay，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它有内建悠游卡，不会啰里吧嗦的，也可以绑定信用卡用 NFC 付款。那这个部分就要输入密码才可以使用。这只手表还有测量血氧的功能，跟 Apple Watch 一样要开启才会测量。那在时间的部分呢，它可以当成计时器、码表跟闹钟，是还蛮方便的。在手机这个选项里面呢，也可以寻找手机，按下去之后手机就会发出声响。然后我看到网络上也有一些人分享说，按下去之后手机的闪光灯也会亮起来，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啦。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手机 App， 他们的 App 叫做 Garmin Connect。
所有你的手表相关的设定啊，以及你的健康资讯，全部都储存在这个 App 里面。而且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它的资料可以自动汇入 iPhone 的健康。那他们的 App 还有 iPhone 内建的 App， 其实他们各自有优缺点。我们下一次做 Apple Watch 比较的影片的时候再来详细讲。点进去他们的 App 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健康指数，还有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它的睡眠监测功能。它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图表，而且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理解的。像是这边我们看到它的心率，它真的随时都在测量，这个数字它是随时都在变化的。然后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一天心率的变化。那如果你要看到详细的时间的话，你就长按这个图表。然后如果你想要看比较长时间你心率的记录的话，你可以在主画面按心率右上角的这个图表的符号，然后它就会以1周、1个月或是1年为单位显示波动图。在心率的下面有一个 Body Battery， 它是结合你所有身体的指标，还有你休息程度的一个指数，在你特别累的时候会提醒你应该要休息一下，或是预防你过劳。再来这个就还蛮有趣的，就是压力指标。其实有很多人在有压力的时候都不会自觉，然后累积到最后，当你压力爆掉的时候，就是你生重病的时候。所以当这个指标，这个压力指数长期居高不下的时候，你可能就要适当的让自己放松一下。再来呢，我们来看睡眠监测。因为 Apple Watch 它现在还没有内建这个功能，它只能使用第三方的 App，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使用睡眠监测。这边呢可以看到我昨天睡了8个小时，然后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详细的图表。我上网查了一下睡眠周期的规律，然后比对了一下这个图表，的确它是符合正常规律的。深层睡眠有几个规则，第一个就是深层睡眠会越来越短，第二个就是快速动眼期会越来越长。再来呢，我们回来看一下我的图表，可以看到深层睡眠真的只有一开始一下下，然后紫色的快速动眼期越来越长。我也查了一下，一般正常人的深层睡眠应该要多久，然后发现是72分钟到120分钟，所以我完全不及格。所以我必须要说，这个功能真的非常的实用，它把我们的睡眠品质数据化，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的睡眠要往哪一个方向努力。再来呢，我们回到首页这边，如果你不想看到那么多图表的话，就按右上角的折叠，它就会变成1日的总结报表。然后最下面的健康跟活动，你也可以依照不同的项目去看你的表现。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怎样从 App 来设定你的手表。在主画面呢，你按一下右上角的手表图案。这边呢，第一个就是 Garmin Pay， 它可以设定你的信用卡和悠游卡。再来就是设定你的表面外观，它的样式其实不多，然后分成上下2格，你可以切换成不同的复杂功能。然后这边要提一下，有一个缺点就是这只手表在黑暗当中是完全看不到的，所以你可能会希望有一格是电子时间。再来我们回到上一页，这边呢也可以设定 widget 小工具，就是手表轻叠2下之后往左滑的功能。然后如果你不要的话，就可以在这边拿掉，或者是你可以在这边排顺序。在荧幕显示这个选项呢，有些人为了省电，他会把抬手唤醒荧幕关起来，或者是设定成只有在运动的时候会开启。然后在活动追踪这个项目下面呢，你可以设定你自动开始记录运动的门槛，还有你的运动目标。然后在下面呢有一个自定步幅，然后这边说明一下，这只手表并没有 GPS，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奇怪，因为 Garmin 他们自己就是做导航的啊，怎么会没有把 GPS 放到手表里面呢？所以这只手表要完全仰赖手机的 GPS 来记录你散步或是跑步的轨迹，也就是说，如果你单独带这只手表出去的话，你的距离啊或是步数可能会不精准，所以才会有这个自定步幅的选项。那讲到这边呢，其实大致上手表跟 App 它的功能我们都讲完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它的优缺点吧。我觉得这只手表非常的轻，然后非常的时尚，非常的好搭衣服，然后它的运动跟健康记录非常的详细，你甚至可以带着它去游泳，然后它也有睡眠监测，还有用 NFC 信用卡付款啊，还有悠游卡搭公车都非常的方便。再来缺点的部分呢，我会说它的荧幕真的很不敏感，有的时候真的要碰好几次它才会有反应。这只手表在全黑的情况下会完全看不到，还有因为它没有 GPS， 所以如果你只带手表出门的话，这个记录的距离会不精准。再来就是它的音乐播放界面非常的阳春，它连音量都不能调。除此之外呢，它也没有麦克风，没有扬声器，也没有 WiFi。最后呢，这个 Garmin Vivo Move Style 它的价格是11990 11990哦，我觉得是有一点贵的。我认为呢，这只手表是完全没有办法脱离手机的，所以如果你的目标呢是只带手机出去运动听音乐的话，这只手表可以直接放弃了。不过像我刚才讲的，它其实最强的就是它的外形跟健康侦测，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手表可以融入你的日常穿搭，又同时拥有一般手表指针跟智慧型手表的功能的话，那这只手表是可以考虑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看完我下一部影片跟苹果手表的比较之后呢，你再来考虑到底要买什么手表。因为这只手表它的软体其实就只局限在他们已经设计好的那些小工具，但是 Apple Watch 其实只要有第三方支援的话，他们的软体是可以无限扩充的，所以可以想象他们在功能上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还有另外一只手表，大家常常拿来跟 Vivo Move Style 比较的是 Fossil H2，那只手表最大的特点就是电子墨水。不过因为我手边也只有 Apple Watch 可以做比较，所以下一支影片呢就是 Vivo Move Style 还有 Apple Watch 的决斗影片，记得要订阅才不会错过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